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一趴我们来聊美国国内的政局，我们要邀请方恩格，也就是美国共和党前亚太区主席 Russ 加入一起讨论。好，欢迎 Russ。首先我们来看的就是民主党，我们都知道4号在多场选举取得了重大胜利，所以他们拿下了包括纽约市、维吉尼亚州，还有 New Jersey 纽泽西州等等关键的选区。那川普呢，后来就发文因为有人问到说，对于这次选举的结果他怎么看呢？他说，根据民调，共和党输掉了选举2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川普自己，他说我没有出现在选票上，否则大家呢就会投给我。再加上第2个原因是政府停摆。那民主党的测试叫做潘恩，他就表示说，虽然这个很难预料，透过这一次的地方选举结果去看未来的2026期中选举，但是他认为民主党能够从今天的选举学到一些事。就是呢，如果川普继续大刀阔斧地冲击选民的荷包，那么民主党就很容易把这个经济、把民生议题拿来作为选战最好的工具。言下之意就是，还是那句话，因为我们曾经听过美国前总统曾经说，笨蛋，这个关键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在经济。所以 Russ， 我先问，民主党现在狂打民生经济相关的议题，所以一路会打到其中的2026，这样一直打。锁定经济是这样的吗？实在太早了，太早了，真的太早。Virginia 在最近几次总统选举是开始偏左偏民主党，但是其实 Virginia 在过去20-30年左右有几次州长选举，几次投给共和党，几次投给民主党，又摇来摇去。New Jersey 也是，虽然很多人认为 New Jersey 算蓝色的，算偏民主党，但是在最近20-30年，也有几次选上一个共和党籍州长，有几次选上民主党籍，所以其实州长是 Virginia 跟 New Jersey 州长是摇来摇去。那另外纽约市，很多人认为纽约市是非常非常偏左，是民主党的民主党籍的选民的确是比较多，但是在过去30年有其中一段期间，纽约市连续5次是投给非民主党市长。所以其实这几个地方还是有摇来摇去的历史了。所以很多人做这个过度的分析，我觉得真的是过度的，就是太早。其实为什么这次民主党在拿下这3个首长地位，就是在共和党候选人是太弱了。不是民主党候选人那么厉害，是共和党太弱了。对，所以经济议题不是主要原因。也是一个考量，当然是一个考量。但是今天11月初，我们能说这个一定会影响到明年的期中选举，实在太早了。我们要记得，明年期中选举其实很多席次了，不管现在是民主党或共和党，不会翻盘了。OK， 对不对？只有几个席次是算是摇摆的席次哦。OK， 所以川普说他没有印在选票上面，这个大家听听就好了哈。那如果你是川普的幕僚的话，你会怎么建议他？就是起码让选民对经济是有感的，觉得经济有在变好啊。我会建议你原来的政策还要继续做下去，不要突然有什么大的变化。而且我们知道，不管幕僚说什么，川普也不会改变他的想法。譬如说，他会降低关税吗？怎么可能？人家跟他说因为要让进口东西便宜的进来美国，这样可以美国人买日常用品会便宜一点。川普会听吗？根本不会，而不会突然说中国的东西传统的什么货品让它便宜的进来美国，降低关税。真的是不可能，所以关税的这个政策是非常非常固定，川普不会改变了。OK， 所以那幕僚不会笨到说最后会建议川普接下来选票就印川普的头像吧？应该是不会了哈。好，不过这次我们看到民主党算是胜利，民主党的全国委员会的主席叫做肯马丁他就在礼拜3也表示说，民主党 is back， 民主党回来了。跟这个川普讲说 America is back， 大家都用 I'm back 回来的，用来这个作为这个胜选的口号。他说呢，我们在赢得胜利，我们进入了中期选举的势头，意思说这个势已经到了民主党这边了，风已经吹过来了。
不过，德州共和党籍的一位联邦参议员呢，就是在2016还在共和党总统初选选到了第2的这个泰德·克鲁兹，他在最近接受节目专访的时候指出呢，民主党内部其实也是乱得一塌糊涂啊，爆发一场明显的内战，党内权力结构被激进左派完全掌管，传统主流的民主党人不再是党内的驱动力。经济学人呢又有一篇报道继续补刀说，民主党虽然一夜大胜，但是没有解决长期面临的问题。这个地方选举的胜利不能够等于2026这个其中全国的选情，尤其在移民啊、气候还有种族议题上的立场很难说服关键的摇摆选民，这也是当初拜登会败选其中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好，所以这个当然胜不骄，败不馁。左老师怎么看因为川普现在就是强打 MAGA， 让美国再次伟大这个主调，他一直打到现在为止，他会继续打，明年2026仍然是当做他维持的主调。那这样的一个 MAGA 蓄积了什么样的一个选战的能量呢？好，首先 MAGA 的一个旋风其实其中一个重要的message， 重要的一个主旨就是打败所谓的进步议程。这个进步议程当然包括当然堕胎啦，或者说是像这个所谓的这个平权啦、性别平权啦，那当然也包括这个移民，所谓追梦者嘛，还有就是能源对。那所以你看MAGA 能力之强，刚才这个 Russ 提到的那个纽泽西州曾经有共和党州长，其实不是很久以前，2010年到2018年，那时候的州长叫 Chris Christie， 他还曾经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热门人选。那2016年参选总统，后来川普第一任的时候，他是这个交接团队的团长那不管如何，所以当初这个 MAGA 就是靠打倒这个所谓的进步议程。那为什么进步议程会成为民主党的一个头痛的问题呢？这就是很多人在拜登时期或者奥巴马的后期所提到，民主党是不是太左了？就是针对这些进步议题走得太过了。那么这一次呢，之所以他在这些选举里头，纽泽西州啦，这个维吉尼亚州或者纽约市会认为说民主党回魂了。主要就是他没有去处理，没有去谈那些过去的进步议题，他谈的是经济问题经济问题是他的重点。那包括说像纽约市长他所提到免费的巴士、免费的这个托婴，或者是这个动涨这个房租。像纽泽西州讲到的就是他的电费，也要解决他现在电费高涨，因为说过去这一年涨了20%。那或者像这个维吉尼亚州，它这个联邦政府员工的这些这个目前被暂停的这些困境，那这些其实当然就是民主党未来所看到的一个机会。可是他又回到了 MAGA 所要挑战的对象，为什么？因为很多 MAGA 的人就说不对，这是另外一种极左，因为呢它是社会主义所以他说，未来的民主党的2个巨星，一个是曼达尼，新的纽约市市长；一个就是 Bernie Sanders。曼达尼这次不是被川普说你不是社会主义你是共产主义。对，共产主义。那所以意思就是说，未来的共和党如果要打选战的话，他可以太右没关系，但是民主党你不能太左，是这样吗？其实选民整个美国的选民也不会太接受，就是对偏左的、太左的接受度也不高，我们不用会到太远的历史。最近几年就有这个讯号2020年底总选的时候，拜登拿下白宫，民主党参议员、众议员都拿下，联合执政。结果呢，他们通过的草案偏左了，太多了，不管是绿色能源、DEI 其他方面的。结果呢，2022年的其中选举续众议员了。过2年之后，2024年，共和党参议员、众议员、白宫都拿下了。那明显选民还是中间也很多了。当然有偏左有偏右的，但是美国真的是还算是一个比较稍微保守的国家。对美国是有信心的中间选民的这个。不管是哪一个议题，我永远对美国有信心。可想而知。好，那讲到中间选民这个现在最关注的还有一个就是美国这个号称是美国的良心的，就是大法官们司法是不是能够公正的做出判决最高法院在6号进行了言辞辩论
要审理的就是川普所发动在全球的这个关税。好，那川普有没有权利依照1977年这个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就是简称 IEEPA， 对全球加征关税？9位大法官是一致认为，川普已经逾越了总统的权利，逾越了国会，所以呢，这个2个半小时的口头辩论包括保守跟自由派两派的法官都认为这个总统的做法确实有逾越职权。那另外呢，也有一位首席大法官这个罗伯兹他就说这条法律其实从来没有被用来实现目的但是我们都知道一件事情，就算司法是公正，大法官是独立超然的，可是不管怎么争辩美国他会在乎的是他的国家利益。所以上哥怎么看这后续？我想，其实大法官最后的结果，一般人家讲说，你有关税，你违法或不违法？对，违法话要不要退钱？不退钱？不违法退钱不退钱？一般分作4大类来看。让无论这怎么判我个人是这样子，我个人不太关注对美国这个体制的影响。但问题是，这个判决本身确实对中美关系，跟现在美国川普这种强悍的国际定位会有很深刻的影响。是，如果无论大法官他们自己的联邦法官怎么判，但特别是关税这个状况，其实坦白说就是赏了川普几个耳光，重耳光，像打耳光比赛打倒在地呢，还是他屹立不摇？所以我们在看这里头对于中国的概念，我特别是讲中美关系，而且延伸到台湾，我自己特别关注这一点。简单讲是过去所谓的内政问题，大家不太过问，这个就是美国内政问题。可是以后过去中国的内政问题，可是美国指手画脚，说你人权问题，说你房地产问题，说你台湾问题。可是现在，你有发现人权问题，美国还有在谈吗？中国没有了。房地产还有在谈吗？没有了。台湾问题，哇，今年也都不谈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微妙当中，虽然是美国内政的调整，但是对于中美关系，特别涉及到我们台湾当中，是有直接、间接波澜的影响。我认为我还是要关注啦。了解，张老师。其实说实在，美国还是民主国家，再怎么做也是4年了。那你现在这样子一意孤行，那后面你同党同志会不会让你继续这样一意孤行下去？毕竟你已经没有下一次了。也许他会让自己有下一次。他之前不是说让他当副总统，对不对？让总统不做，他就上去当总统。也许这样子。可是问题是，其他人也要选举啊。那你看，关税造成的贫富差距其实越来越严重啊，跟之前他上任比起来。对。那其实这样子是好的吗？还是不好的？所以其实大家现在在看所以我们刚刚特别提到说，司法也许是最后一道防线了那到底美国有没有良心，就看9位大法官最后做出的判决是如何了。马上回来。2025全球局势必须关注，中美赛局牵动地缘风险，连带影响台海两岸未来。寰宇全世界，关心全世界，权威分析，专业观察，客观立场。每周6日，请您准时锁定，一同关心全球大事的瞬息万变。